喜欢瓦罐和玩性能的朋友们啊，这期一定不要错过。今天领克一款新车，领克07 GT， 带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对于玩电瓦罐的朋友们，它小众高颜值一定是大家选择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领克07 GT 它的外观方面，车头的部分呢，它除了这个黑标之外，也贯穿了灯带，并且下面做的这种大的进气格栅，也是能够给你一种非常运动的感觉，都做了这种黑化的处理。那这台车的颜色，它采用了一个偏沙漠感的黄色。那今天我们棚里的这个置景也是这样啊，就一看就是那种非常有故事的颜色，非常有这种旅行感，能够去向往诗和远方的感觉。那其实这台车我觉得最美的就是它的侧面的线条了，也是这一台Wagon最佳有灵魂的地方。但是它在Wagon尾部的造型的地方，它是做了一些小的折角的设计的，所以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有辨识度了。另外，车身的线条做的是非常的流畅的，感觉是高级而优雅的。轮毂呢，19寸的轮毂搭配了2种风格，可以供大家选择。黑色呢看起来更加的运动一些，这个呢看起来就更加的有都市感一些。那在这台车的外观造型方面所有线下流行的和年轻朋友们喜欢的，它都给大家搭配了。比如说像是这个黑的车顶，而且它也标配了这个行李架，你可以往上去做这个拓展。比如说它无边框的这个后视镜，以及这个熏黑的后视镜。然后你打开之后它还是这个无边框的一个窗户。尾部的造型呢，其实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年轻感的。贯穿的灯带旁边有这个智驾小蓝灯，下面呢它整个的这个后扰流做了很多这种凸起，所以看起来它的运动感非常强。所以它整个尾部的造型，我觉得在目前市面的所有的瓦罐里来说，它是将这个运动感和它的厚重感兼具的一个设计。其实目前市面上很多的瓦罐车，尤其是电瓦罐，它的这个内部空间真的是利用性不够高，但是这一台车它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车的车长4846毫米，轴距是2845毫米，这只是一个数字。下面我来给大家去亲身体验一下我大概是170的身高，来体验一下这个后排空间。其实这个后排空间你正常坐人，你的腿部头部空间都是比较宽裕的，但是它对比同级卖的比较热门的一些瓦罐产品来说，它主要是在于这个头部空间是比较富裕。正常180以上的男生坐在这个瓦罐里面都会比较的顶头，像我170呢，坐在上面头部空间就不会太大了。那这台车它的天窗是有往上的一个趋势的，所以说它的头部空间会更加的宽裕一些。而且它的这个后排的座椅它是有一定的角度的，所以你坐在这里你会觉得很舒服。即使是一个长途的旅行，我也能够坐得很从容。门板上呢，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后排座椅靠背电动调节的按钮，你可以非常优雅、毫不费力的就把它调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姿态。头顶上呢，一个巨大尺寸的一块天幕做了这种防晒的处理，让这台车看起来会很高级，整个的车内视野也是比较通透的。后排呢，2个分区的空调出风口以及2个 Type-C 的充电口，而且这台车呢用的是哈曼卡顿的音响。其实最有氛围感的就是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这个音响壳设计的还是挺高级的，上面呢还搭配着这种碳纤维饰板的这么一个装饰，然后把这个氛围灯也集成在里面了，所以看起来真的就是高级感满满。而且这台车的后排还做了这种隐私玻璃的处理。来看一下后备箱空间，打开尾门之后其实2驱4驱版本根据这个布局的不同它会有2种的这个后备箱容积。那2驱呢会更加的大一些，4驱会更加的小一些。但是这个空间对于我们正常使用来说都是完全够用了，而且它还有一个下沉空间，就比如说旁边的隔板打开，你可以有一个单独的分区格来放你想分区存放的东西。而且侧面也有设置了挂钩以及它的这个后排座椅的放倒按键。这个按键呢这样一拉，然后就直接放倒了。放倒之后，这个后备箱空间就有进一步拓展了。就比如说，如果你想放进车内的一些大件的东西，它都完全可以放下。像是冬天喜欢滑雪的朋友们雪板可以放在里面；喜欢露营的朋友也可以放在里面。而且这种大开口的设计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拿取这个大件的东西。而且是这台车的后备箱还有一个玩法就是你坐在这里，你出去看夕阳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景观位。而且呢，上面还给大家设置了这个挂钩。这个挂钩呢，你可以去挂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小旗帜或者是小照
明灯啊都非常方便。再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座舱部分，那其实我觉得领克07 GT 这一台车，它整体内饰给我们的氛围感啊，比目前市面上热销的一些瓦罐来说，都能更多一些运动感。比如说从很多细节啊都能看出来，比如说它这个拼皮的配色用的就是运动感很强的，然后再加上它中间设置了很多这种碳纤维纹样的这种饰板，所以整个就把车内的这个运动氛围感直接给拉起来了。这个座椅啊，它是一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的造型，但是我整体感受下来，我觉得它是在运动座椅和在家用座椅当中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点，也就是它又能够兼顾这个舒适性，它的舒适配置比较高，又能够有这个运动座椅的这个帅气的一个造型，而且它这个舒适性配置方面啊，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全部都配置了。这个按摩呢还是这种热石按摩，所以说它的这个实用性就会更高一些。其实买电瓦罐的好处就是比传统的这种瓦罐要更多了一些智能化的方面，就比如这台车内的3块屏幕啊都给大家配齐了，比如像是这个15.2英寸的中控屏幕，95英寸的 AR HUD， 还有这个10.2英寸的仪表屏。中控屏幕里面用的系统呢是 Flyme Auto 2.5的系统，这套系统呢是最新的，之前不都是Flyme Auto 2嘛？那这一套系统啊，它是一个5纳比级的一个车规级的一个芯片，达到300 TOPS 的一套算力。那其实这一套呢也能够去连通各种的手机，市面手机的连接都可以覆盖到，而且呢它也支持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而且呢也给大家配备了这个EVA的实体机器人，你直接通过这个语音交互就可以完成你的指令了。那作为一台运动感强的瓦罐来说啊，它也给大家搞了这个模拟声浪，大家可以就是在驾驶自己电车的同时，依然能够享受到这种声浪带来的快感。而且这台车啊，它也是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的，然后全系也都可以使用这个高阶辅助驾驶功能。所以啊，对于这些上下班通勤比较累的朋友啊，想有人帮你开车的话，那这个功能就是比较方便了。再说说动力方面，它采用的是 EMP 智能电混系统， 1.5T 的发动机加上一块28.3千瓦时的一块电池，它的纯电续航是可以做到200公里的。那综合续航呢，目前官方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是啊，插混的车对于这一台旅行车来说啊，我觉得才更能适用多种的场景。那如果说你在城市当中通勤，你想省电，那就用200的这个纯电续航来去行驶。那如果说偶尔咱们跑长途的话，插混也能够让你减少你的补能次数，没有续航焦虑。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插混加上瓦罐才是更佳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对于喜欢旅行车的朋友们，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户外拓展的一些爱好。那这一台车相应的也给了很多大家扩展的可能性。就比如说这台车啊，它的车顶行李架是可以去进行加装的，它的最大承重呢是150公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上面去搭这个车顶帐篷，2个人睡在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呢，这一台车也可以选装这个电动拖车钩，它的最大的这个承载的是1.6吨左右，所以说如果有喜欢，比如说玩摩托车呀玩摩托艇的，它是可以挂在后面的。而且这个拖车钩在你不用的时候，它可以隐藏起来，更不破坏你整台车的这么一个造型的完美性。那另外这一台车啊，也给大家在车内去安装了很多这种螺纹接口，大家可以用这个接口来去在车内架一些运动相机，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那其实整体看完这台领克07 GT 来说啊，我觉得这台车在目前市面上的这个旅行车里面，它算是非常全能的一个选手了。因为它的外观造型颜值也是非常出众的，我觉得非常符合现在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好，而且出的颜色真的让大家一眼心动，有没有？就是这种非常有个性的颜色。然后空间的实用性呢，让你偶尔有一些家用需求的时候也能够去进行满足，而且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拓展性，就连现在的这些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啊，全部都给大家搭配上了。所以说，其实这一台领克07 GT 真的挺适合年轻朋友们去进行购入的。那其实这一台车，我觉得它在这个市面上已经盖过了很多热销的瓦罐车型了。如果说这一台车它整体的价格比现在这个20到30万之间的这个瓦罐价格要更加的有性价比一些的话，那其实这台车它的产品力真的还挺强的，非常适合年轻朋友们入手，成为自己人生的第一台车。